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请拜托帮忙一下，谢谢大家。介绍更多好朋友加入神秘文怪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8亿年怪幕揭秘 ，KGB 黑盒子藏 2.5 亿年晶片，苏联掌握时空穿越。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地外生物不止来过地球，还留下了证据。苏联情报单位 KGB 有一份外流档案，揭露原来苏联早在冷战时期就开始建造外星基地，甚至在山区还暗藏了一座能指引的外飞行器降落的星际转运站。俄罗斯总统普丁也被拍到秘密前往转运站。更离奇的是，在外星基地附近的地层当中，还找到了埋藏10万年的精密金属零件。专家推测零件不是地球产物，应该是类似 UFO 不小心掉在地球上的螺丝钉，上面还出现了地球从未见过的神秘物质。1991年，科学家在俄罗斯中部的乌拉尔山发现外星飞行器掉在地球上的精密金属零件，间接证明外星人早就来过，地球还留下上千个证据。Russian scientists are finding these tiny nanoparticles. They found thousands of these things. They have to look at them through microscopes. Some of them are just 1/10,000th of an inch, in size. 畏惧之下，眼前的金属物有些近类似弹簧般的螺旋，像某种机械零件，最大直径有 0.3 公分，最小甚至比发丝还要细，而且所有的螺旋一律一向左旋转。专家透过精密测定发现，这些金属零件竟来自10万年前，零件成分是一种耐高温的高强度合金。These microscopic spirals were made of wolfram and molybdenum. The melting temperature for wolfram is above 6,000 degrees Fahrenheit, and for molybdenum is about 5,000 degrees Fahrenheit. 想把钨和钼两种金属元素融合在一起，谈何容易？10万年前的人类还处于石器时代，只懂得敲打，哪来的合金和车工技术？而且在螺丝表层还涂抹上一层未知物质。科学家表示，并非地球所有，这些精密零件绝对来自的外文明，只是金属螺旋之谜还没解开。在乌拉尔山又迎来新的谜团，这次让专家跌破眼镜的是一头史前野牛。The first is the skull of a bison, which roamed the Siberian tundra 40,000 years ago. He was shot by a bullet. 4万年前的这一枪究竟是谁开的？人类在公元14世纪才发明出子弹，但野牛头骨上的孔洞直径约5毫米，周边异常光滑弹道，专家分析得经由高速射击才能造成，加上无法解释的金属螺旋，难道这些迹象都在暗指有更高等的文明至今都隐藏？在乌拉尔山中疑似仍建造一座神秘的星际转运站。来到这里的指南针会失灵，而且心脏跳动的频率，还有血压跟体温都会莫名的失准，磁场会突然的降低，甚至连温度在5分钟之内会骤变5度。人体完全无法适应这座古城诡异的磁场变化。科学家推测，或许当初根本不是设计给人类居住的。更有语言学家发现，古城名为阿尔卡伊姆，俄文翻译是天外来客与人的相会之所，推测距今至少4000年前就已经存在。莫非真的是地外文明的中途转运站？因为专家发现阿尔卡伊姆古城
还像是天文台般可以准确观测星象。Incredibly, archaeologists have found that Archaeum was built with features aligned to measure as many as 18 astronomical events, such as the solstices and equinoxes. 不仅如此，在阿尔卡伊姆的外围，竟还出现航空相关标志，像是大石头摆成直线，犹如指引飞行器降落。背后的建造者真是一群来自空中的高等文明。因为让考古学家更惊讶的是，4000年前的阿尔塔伊姆有暴雨排水沟，可以抵挡水淹；建造木头则懂得禁止防火的化合物，不怕火烧，甚至有节能系统。水井处有2条土制的通风管道，一条是通向炉灶，使得居民生火的时候呢，不用用风箱，也能炼制出青铜器。那另外一条呢，是通向食物的储藏室。从井里吹来的冷风啊，可以使这里的温度比周围低上许多。关于阿尔卡伊姆不断传出的神秘事件，也吸引了俄罗斯总统普丁亲自造访。但只是单纯个人好奇探究，还是另有深层的目的？因为根据从苏联时期最高情报单位 KGB 秘密流出的档案，指称早在冷战时期，当时苏联政府已和外星文明取得联系，甚至在地面下偷偷建立了外星研究基地。Travel a quarter mile below the surface? Yeah, that's where things get a bit spooky. Claims of alien autopsy rooms and long hangars containing crashed spaceships have been made by eyewitnesses. 前苏联这个绝密的外星研究基地被称为地堡754基地，据传在1979年建造，以地面名为卡普斯金亚尔的军事设施作为掩护，在地底深处实则建制苏联版的神秘51区。By traveling through a long corridor that would take you down a quarter mile beneath the Earth's surface, you would find yourself in the heart of Russia's main base for UFO research. A central hub connects it all together, with 2 large tunnels extending out from either side. Eyewitness accounts claim that these tunnels contain rooms where alien autopsies, extraterrestrial tech studies and experimentation, and quite possibly otherworldly holding cells for visitors from space are all. 关于卡普斯金雅尔的地堡754基地，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前苏联解体之后成了世纪未解之谜？但据传，一份来自前苏联 KGB 的秘密蓝色档案，但恐怕能间接证实它的存在。据说，在前任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寄了一个蓝色的文件给俄罗斯 UFO 协会，并回答了确实有754基地的存在。文件有特别提到，超过5架以上的 UFO 飞碟是有放在754基地的。文件还记载着大量的军方目击 UFO 事件。随着蓝色档案的文件浮出水面，疑似真实的 KGB 记录影像也一并曝光。We see a house and a mysterious flying saucer-shaped object hovering behind it. Switching to an aerial view, a saucer-shaped UFO is seen first from a distance and then zoomed in. But the most shocking footage is yet to come. Next, we're shown what looks like an alien autopsy being performed. 接下来的第2部影片，更疑似拍摄到是一个真正的外星人。It purports to put us face to face with an actual live alien. Notice how it blinks its huge, expressive eyes, and it moves its enormous round head and slim arms. As the camera pans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of an alien's body, it's obvious it fits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infamous Greys. 据传，现代的专业动画师就曾经分析，以当时的环境背景要造假影片，恐怕有难度。这是否意味着影片真实性我们不得而知。这另一部曝光影片，画面从黑白转由彩色，恐怕就更让人分不清真假。1969年11月，乌克兰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有一架小型不明飞行物在空中发生爆炸后，整架坠落并半埋在山林的地面里。根据由克格勃拍下事发后现场的影片，除了坠毁的飞碟之外，现场还找到了一具瘦小的人形生物尸体，后来也是被移送到卡普斯金亚尔进行研究。俄罗斯是否早就与地外文明接上线？
借此获得崭新的空中科技。外界不得而知但不容置疑的是，50年代开始，前苏联航空研究突飞猛进，包括产出全世界第一架超音速飞机，发射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及第一个把太空人送上天空。这些惊人成就是否背后都有外星助力，留给众人想象空间。虽然难以置信，但在科学家，或许人类就能解开许多难解的谜团，也留给团员无限想象，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